大家好，我是龚敏敏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。从上期开始，我们替换掉了 RunBG 这个组件，但系统里还有更多可以改进的地方，我们就来继续开合。下一个是从照片生成纹理的 Texture Mesh， 为什么选它呢？主要还是这东西惹了太多麻烦。之前就遇到过不稳定的问题，输入里面有退化三角形和内部三角形就崩溃。第二，它在流水线里用到了2次，而且因为是 AGPL 的 license， 我们只能通过调用它的 EXE 来使用，因此每次我们都得把 Mesh 先存成文件，调用后再把结果载入进来。第一次执行花费 1.8 秒，第二次纹理比较大，得花2秒。第三，因为 Texture Mesh 不能使用现成的纹理坐标，会生成一套自己的，之后还需要把这2套对起来，这个过程还花费 3.1 秒。另外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相关的开销。最后还有一个讨厌的问题，照片没有覆盖到的区域，虽然说是用橘红色表示，但其实不是个单一的颜色，而是一个范围，每次比较都得范围比较，才知道是不是真的空像素。我不知道 Texture Mesh 是怎么实现的，因为 license 的限制，我也没打算看它的代码，就把这个问题自己来解。这里的输入是有一个 mesh， 有一组摄像机，每个摄像机都有个图片，表示从它的视角能看到什么。所以其实要给 mesh 贴上纹理，无非就是从摄像机发射光线，把图片上的像素投射到 mesh 表面。这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，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，就是图形学里基本的投射纹理嘛。不过这个东西在图形学教材里很少提到，还有传统和现代2种非常不同的做法，结果很多人忽略了它。但有个东西只要学过渲染就一定知道的，那就是 Shadow Map。 这里复习一下， Shadow Map 先从光源的视角渲染一帧，往 Shadow Map 的每个像素存入深度，再从眼睛的视角渲染一帧，在每个像素上把位置投射到光源的视角，得到在 Shadow Map 上的坐标，取出来深度后做比较。如果这个像素更远，就表示被遮挡了，它在影子里，否则会被照亮。现在的纹理投射和这里的第2步几乎一样，只是把光源叫做投影源，存深度的 Shadow Map 换成存颜色的 Projective Map， 从眼睛的视角渲染一帧，每个像素上把位置变换到投影源的视角，得到在 Projective Map 上的坐标，取出来颜色后作为投影源投过来的颜色。现代的渲染里经常可以看到2者同时开启的情况，一个光源既可以产生阴影，又能投出颜色。不过呢，图形学里用于渲染的相机和光源是虚拟的，而这里的相机是真实的。 SFM 得到的相机姿态定义和图形学里的并不一样。在计算机视觉里，物理世界的一个点先要通过相机的 extrinsic 矩阵转换到相机空间，然后通过相机 intrinsic 矩阵转换到图像空间。而在计算机图形学里， Mesh 先通过 model 矩阵转到世界空间，也有叫 world 矩阵的，接着通过 view 矩阵转换到相机空间，再通过 projection 矩阵转换到裁剪空间，再通过视口变换到达图像空间。那么如果把这2步合起来看的话，2者从世界到图片的流程完全一样，但因为实现的关系，这里矩阵定义并不完全相同，需要找个转换的方法。我在实现的时候走了一些弯路，这里讲一下。OpenMVG 的相机外参定义了相机在世界里的位置和世界到相机的旋转矩阵，从这个旋转矩阵提取出3轴角度，结合相机位置就能通过 look at 得到图形学里的 view 矩阵。但是 up vector 需要反一下，不然是头下脚上的姿态。投影矩阵的话，其实只有一个参数，就是 FOV。 相机的内参矩阵里有焦距和分辨率，可以很容易算出 FOV。 但有个比较麻烦的是，图形学里的图像中心就是真真正正的在图片中间的那个像素，而视觉里因为相机的非对称镜头等原因，图像中心不一定就在中心，可能稍微偏了一点，这在内参矩阵里也有。渲染的时候需要在 viewport 上把中心调整一下。有了这些，我们可以看到生成的 mesh 渲染出来的图像和照片上的可以重合得很好，
也就是这些参数可以从 SFM 转到渲染，在视觉和图形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。现在回来看看如何投射，我们并没有从眼睛视角渲染这一步，而是在纹理空间直接操作。首先还是那招，把 U1 作为位置，把 Mesh 拍平到纹理上，相当于把 Mesh 降维了。这里也要用 MRT，RT0 是位置，RT1 是法线。接着从一个照片的视角，用刚才的矩阵化 Mesh 得到这个视角下的 Shadow Map， 然后来一个 Compute Shader， 把纹理上每个 Texel 的位置转到照片空间，如果不在影子里，就把照片当作 Projective Map， 获取颜色，把像素的法线和视线的方向做一个点乘，作为可信度，也就是认为一个像素越正对的相机，颜色就越可靠。如此循环过所有的照片视角，把颜色和可信度积累下来，最后把像素积累的颜色除掉可信度之和，作为这个点的颜色。概念上说，这个操作相当于纹理上的每个 Texel 朝每一张照片发射了一条射线，把焦点的颜色拿来做个加权平均。但这么做之后，会发现纹理有严重的重影，质量不如 Texture Mesh 的。原因在于，虽然 AI 生成的 Mesh 和 SFM 的点云能比较好的匹配在一起，但多少还是有些变形的，结果就会有一个点焦到多处的情况。以后如果有可微渲染的优化，这个问题会改善很多。可微渲染也会用到这里说的把两套矩阵匹配起来的做法，到时候可以复用。在那之前，干脆简单化，就留着可信度最高的一个颜色，不用积累了，这下清晰得多了。经过这个改进，贴纹理的流水线被简化很多，只要一步就能从照片产生纹理，不需要对起来两套纹理坐标的操作。这个过程只要 1.5 秒，还因为前后两步都在 GPU， 中间的纹理融合也能移植到 GPU， 减少来回拷贝的操作，因此整个流水线加速到91秒，但纹理质量有点下降，可以看到一些因为光照不一致造成的斑块。以后会需要加一个 Delighting 的组件，从照片里去掉光照信息。现在用 Alpha 通道来表示一个像素是否是空的，非常明了，不用某个特殊颜色。真不知道为什么 Texture Mesh 不这么做。再进一步想想，之前提到过，这次贴纹理得去掉简化 Mesh 的参数，因为要把来自照片和来自 AI 的纹理融合，就需要贴纹理前后 Mesh 的顶点位置一样。但现在只有一套纹理坐标了，不需要找对应，那是不是又能简化 Mesh 了呢？试试看，找一个简化 Mesh 的代码，一眼就能看出质量很差，不能直接用，以它为参考自己写一个吧。把 Instant Mesh 的输出拿去简化到一半的三角形数量，接着再走后面的流水线。这个简化只要 0.01 秒，但展 UV 从6秒降低到2秒，其他操作也能省下来1秒，整个流水线加速到86秒。通过加一个很快的步骤，把另一个慢的步骤加快，综合起来核算就行。再来看第一次对 Texture Mesh 的调用，这里要换成新的方法，也得展 UV 和投射纹理。那这里简化 Mesh 显得更重要了，因为 Refine Mesh 生成的有7万个三角形，直接展 UV 得17秒，简化一半之后只要 4.5 秒。X Atlas 展的 UV 纹理利用率比 Texture Mesh 的高得多，以至于512的分辨率就够了，投射纹理只要 0.4 秒。总的来说，这部分比原先多花了3秒多。又发现后面一步的 Multi-View Diffusion 比原先多了2秒，比较怀疑是之前用 Texture Mesh 是单独的进程，退出就会完全清掉显存，而现在是在同个进程里，显存会留下一些碎片空间，影响了 Diffusion 的速度。这可能得到以后开合 Diffusion 的时候才能解决。这一步虽然比以前慢了些，但之后可以再优化。这次去掉了 Texture Mesh， 换成了直观的投射纹理。下一期我们会进一步改进更多的组件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